这里是非洲降雨量最多的国家。每当雨季来临，持续不断的特大暴雨致使该地区沦为一片汪洋。这里每年的平均降雨量可达5000多毫米，是全球降雨量最多的城市之一，素有非洲雨都之称。镜头里的这名男孩在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他和同伴们刚刚护送一辆摩托车通过了这条已被雨水淹没的道路，每人可以得到人民币约5毛钱的报酬。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，本期艰难旅程带大家深入西非海岸国家利比里亚。该国目前大约有500万人口，国土面积约为11万平方公里。利比里亚是一个美国创造出来的黑人国家，从制度到国旗，甚至宪法，处处都照抄美利坚，被称作高仿版非洲小美国。这个原本想复制美国成功经验的国家，最终却乱成了人间地狱。百姓买双拖鞋都需要分期付款，粮食不能自给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1989年至2003年的利比里亚内战，黑人自相残杀15年，导致20多万人死亡，超过100万人沦为难民。如今战火虽已平息，但重建步伐进展缓慢，国家工业基础薄弱，即便拥有大量资源，也没有开采的能力。用于铺路和制作混凝土的砾石石子，完全依靠人力捶打而成。在这片简陋的砾石子加工厂，工人大多是些孩子和妇女。在这里工作的孩子，年纪最小的只有5岁。虽然手法娴熟，但辛苦工作一天，报酬却少得可怜。每当利比里亚进入雨季后，首都蒙罗维亚将会陷入一片混乱。由于排水系统不完善，导致路上囤积了大量雨水，大批车辆只能在水中缓慢挪动。做生意的商户和小贩也只能被迫歇业，整座城市几乎陷入了瘫痪。很多民众对此感到不满，他们呼吁政府能够尽快做出改变。作为首都城市，交通尚且如此，连接各省市之间的道路状况则更加恶劣。全国柏油路仅为739公里，且在内战期间损毁严重，缺乏维护。普通百姓生活艰难，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连日的强降雨此刻稍有缓和，出租车司机福法纳便开始忙碌了起来。他正在为接下来的旅程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工作。福法纳说，每当雨季来临，丛林道路状况复杂，他的每一次旅程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。他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但他需要赚钱。在这里，如果一天不工作，就真的会饿肚子。这也是他能坚持这份工作的唯一动力。虽然是雨季，但利比里亚最大的车站依旧像往常一样繁忙。在这个混乱的物资集散地，乘客和货物会被运往各个城市和乡村。出租车司机福法纳此刻也来到了车站，为了能多赚些利润，他不会拒绝任何乘客和货物。他的皮卡车空间有限，必须合理利用。虽然已经严重超载，但福法纳信心满满。他说皮卡车的减震已经被压坏了，但是不会影响他在泥泞的路面上行驶。驾驶室和后面的车厢被他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比起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，他更关心利润。福法纳的老旧皮卡车今天搭载了11名乘客，还装了30袋大米和几大包其他货物。他这次旅程的终点是远在该国东南部的格林维尔港。从首都蒙罗维亚距离格林维尔港全程300多公里。离开首都后，这条线路全程都是泥泞的土石路面，旅途困难重重，道路状况恶劣，事故频发。所以他收取每位乘客2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40元左右。在利比里亚有2/3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，在整个非洲仅高于津巴布韦和刚果金，所以这笔钱对于大多数乘客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。完成这趟旅程，福法纳会赚到一笔可观的收入，相当于当地人10天的工资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老皮卡空无虚席，福法纳心满意足。他们踏上了此次旅程，并享受着离开首都前仅有的沥青路面。这辆被多次转手的老皮卡，福法纳已经开了10年。启动车辆的钥匙也只是个装饰，里程表也早已坏掉了。这辆4轮驱动的皮卡车虽然老旧，好在动力十足。连日的暴雨导致沿途很多房屋都浸泡在大片的积水中，刚出城区，道路就变得泥泞不堪。过往的重型卡车使得路面损毁严重。福法纳说，在这里行驶的卡车大多都是运输木材的，
但是林业公司只管挣钱，对这里的道路状况漠不关心。他觉得政府和林业公司应该联合起来修路，这样大家都会受益。福法纳的皮卡车在这样的路况中已经行驶了几十公里，车轴和减震系统不断地发出异响。旅途漫长，道路颠簸，但乘客们并无怨言。福法纳已来往于这条运输线多年，旅途的艰辛他从没感到过畏惧，但他唯一害怕的是经常出没于该地区的强盗，他们会持枪抢劫途经此地的司机和乘客，财物掠夺一空后，强盗就会迅速躲进丛林。该地区治安混乱，每次停车都会面临未知的风险。这条运输线上仅有一个加油站，每次途经这里，他都会给皮卡车加满油。加油站设施简陋，油价也是看人下菜碟。虽然福法纳是这里的常客，但每次加油还是会遇到缺斤少两的情况。福法纳对自己2个油桶的容量了然于心，他付了26升的油钱，却只得到了20升的汽油。每次来这里加油，他都需要跟老板斗智斗勇。经过一番据理力争，加油站最终把少加的6升汽油还给了福法纳。持续了15年的野蛮内战，让这个国家的公路被破坏殆尽。利比里亚新政府也正尽其所能地对道路交通进行翻修。福法纳途经的这条路旁，就有一座新桥正在施工，旁边简易搭建的木质桥体，每当有卡车经过时，就会被压得严重变形，随时都有垮塌的可能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，2020年利比里亚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1920人，占总死亡人数的 5.70%， 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 55.89 人死亡，排在世界第4。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刻不容缓，但由于基建能力的严重不足和缺工少料，施工进展缓慢。项目经理到此简单巡视后便匆匆离开，对此他也是无能为力。新桥建设中用于支撑桥体的木质脚手架显得岌岌可危。雨季来临，洪水泛滥，这里随时都可能会被冲垮。施工小哥的鞋已经张开了嘴，但他没钱买新的。在这里工作，每天爬上爬下，新鞋也会很快坏掉。战后的利比里亚虽已着手国家重建，但自动化设备却极其短缺，生产力低下。用于铺路和建桥的重要材料砾石子，因为没有粉碎机，目前依然使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粗加工。很多妇女和儿童是砾石子生产的主力军，虽然工作辛苦，但收入却少得可怜。只用自备一把锤子，砸的石子越多，就会得到更多的报酬。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一些10岁左右的儿童，年纪最小的甚至不到5岁。镜头中这个穿黄色上衣的小女孩身手老练，她今年只有6岁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漠然和疲惫。由于贫困，母亲并没有送她去上学。玛丽今天一大早就带着孩子们来这里干活了。她花了2美元买来一堆石块，她和孩子们一起把石块加工成砾石子，然后出售。丈夫2年前抛弃了家庭，玛丽依靠这份工作养活8个子女。因为负担重，收入低，8个孩子中只有3个在上学。她希望今年能够攒够钱，送其他几个孩子也去上学。女儿法图说，当她看到朋友上学时，她告诉妈妈她也想去，但母亲说她需要砸很多石块才能攒够学费。在利比里亚，由于制造业和生产力的落后，很多商品完全依赖进口，再加之交通不便，致使运输成本飙升，物价也不断的上涨，普通家庭连最起码的温饱都难以为继。玛丽和孩子们已经顶着烈日工作了11个小时，每天下午，来自蒙罗维亚的女商人会来收购他们的砾石子。虽然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姑妈，但是这位姑妈却对石子的大小有着严苛的要求。她对孩子们说，她只要小石子，如果里面掺杂了大石块，她就不会付1分钱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收购她的石子。大家没人敢投机取巧，所有人的石子大小都符合要求。又饿又累的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一整天，此刻顶着20公斤的砾石子，但这位姑妈却不紧不慢，收购谁的石子完全靠心情，没有任何怜悯之心。玛丽的女儿法图今天很幸运，姑妈收购了她的石子。辛苦工作1天，她得到了50美分的报酬，折合人民币3元左右。今天他们一家总共赚到了150利比里亚元，相当于人民币6块钱左右，
不足$1。每当收购砾石子的卡车来到这里时，孩子们还需要把所有石子都装到卡车上去，而装车是没有报酬的。商人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这些石子，一转手就能赚到高于成本100倍的收益。他们从不担心会缺少工人，因为这是该地区很多孩子和妇女唯一能找到的工作。傍晚时分，玛丽和孩子们工作了12个小时后才开始回家，但女儿法图的一天并未结束。到家后，她还需要帮忙做家务。忙完了一切，她会用哥哥的课本复习学校里的课程，哥哥也会手把手地教她。A B C D E G F G。夜幕降临，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福法纳依然颠簸在300公里的运输线上。早晨从首都蒙罗维亚出发，他已经连续驾驶了一天，道路崎岖泥泞，旅途艰难，福法纳和乘客都已感到疲惫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会停车和乘客们打地铺休息一晚才会继续出发。但是此刻车上一名婴儿生病了，高烧不退，需要尽快就医，所以他决定连夜赶路。该地区夜晚强盗猖獗，平时这个时间段路上其他车辆很少，但随着越往前行驶，道路也变得愈发泥泞，越来越多的汽车映入眼帘，大家只能缓慢挪动。福法纳先让乘客下车徒步，这样能避免他的皮卡陷入泥沼，也能尽快驶出这片区域。但前面一辆4驱皮卡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，司机说他已经被彻底困在了这里。他用了3个小时，尝试了所有办法都无法脱困。福法纳说他有个办法，那就是设法先让困在最前面的2辆车通过，然后再让通过的2辆车拖拽后面的车，只要大家相互帮助，就可以一辆接一辆依次通过。大家对福法纳提出的办法都表示赞同。路面泥泞，首先需要给前车轮胎下的淤泥清理走，但他们却只有一把铁镐，没有工具的就用手挖。但是淤泥太深了，挖多了就会蹭到底盘，挖少了车辆稍往前移动一点就会再次被困。虽然大家经过了一番努力，但依然未能奏效。他们决定使用钢丝缆绳进行拖拽，但是这辆车陷得太深了，阻力很大。钢丝绳由于长期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，锈蚀严重，刚一受力，缆绳就断了。他们必须另想办法。时间1分1秒地过去了，深夜的雨林潮湿阴冷，生病的婴儿和旅途的劳累让这位年轻母亲备受煎熬。乘客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，但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。不过此刻司机们也没有闲着，他们从远处找来了一些石块，这可以增加路面和轮胎之间的摩擦力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为何他们就是不修路？很多朋友曾在评论区说，非洲人就是因为太懒了，也有说原因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战后的利比里亚经济实力和基建能力都不允许，再加之政治混乱、内战频繁，还有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原因，即使修了，后期保养也是笔非常巨大的开销，而且是长期性投入。如果没有能力维护，很快还是会恢复老样子。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普通百姓，即使有心也无力。曾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讨论，题目是为何非洲人毒死不修路，渴死不挖井，饿死不种地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，欢迎留言讨论。黑夜中，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，凌晨2点，挡在前面的4驱皮卡终于驶出了泥沼，这让大家备受鼓舞。乘客们为这群公路战士欢呼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也将按计划陆续驶出这片区域。不过短暂的喜悦还是被无情打断，雨水又不是时宜地下了起来，乘客们纷纷躲进用遮雨布简易搭建的庇护所内。如果雨水不停，他们将会在这里过夜。福法纳此刻也精疲力尽，他安顿好乘客之后，决定好好休息一下。白天到夜晚，他一直忙于赶路，甚至都没有吃饭的时间。此刻车窗外气温已下降至15摄氏度，一小盒罐头或许能为他补充些许热量。经过短暂休整，凌晨5点钟，一个好消息叫醒了福法纳。一位司机在丛林中找到一条离开这片区域的岔路，所有人又冷又困，都想尽快离开这里。
但是夜黑路滑，车辆横七竖八地趴在泥地里，他们必须遵守秩序才能逐个离开。在一片欢乐的混乱中，所有车辆奔向这个意外出口。福法纳此刻兴高采烈，困意全消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可怕的夜晚终于结束了。一位司机说，虽然大家没能赶在下雨前离开这里，但是在福法纳的指挥和建议下，经过所有人的努力，还是让堵在最前面的4驱皮卡成功脱困。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，他非常感谢福法纳的热心和智慧。但这位母亲的脸上并未看到喜悦，因为她的宝宝还在发烧，饮用水早已喝完，孩子已经出现了脱水的症状。福法纳对能成功脱困感到开心，但是考虑到发烧的孩子，他还是感到很担忧，所以他决定立刻启程，好尽可能地弥补耽误的时间。凌晨时分，天蒙蒙亮，雨水也渐渐地停了下来。雨后的丛林潮湿阴冷，温度也只有18摄氏度。乘客们蜷缩在后面的车厢里，忍受了一夜的寒冷。雨季的利比里亚，雨水滴滴答答，总是下个不停。福法纳的运输线沿途，河水正在泛滥。虽然该地区建的房屋都会高出地面50公分以上，但很多村庄的房子都浸泡在大片的积水中，村民们只能泡在水中活动，晚上休息都是问题。但村长说，如果降雨持续，状况将会愈加恶劣，房子随时会发生垮塌，牲畜也会被淹死。而这些是村民们仅有的财产，本身就不富裕，这一损失让他们更是雪上加霜。这座简陋的房子里居住着一家6口，因为房屋墙体是用土坯砌成的，所以其他几间房子在往年的雨水浸泡中发生了垮塌，而变成了危房，现在已被废弃。还在使用的厨房地面上已满是积水，他们不得不在走廊上做饭。在这个村子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听天由命。每当雨季来临，洪水泛滥，道路被淹，途经这里的旅行者都需要有人帮忙才能顺利通过。年轻小伙本福德从中看到了商机，他带领着小伙伴们帮人推车赚钱。这片低洼的路面此刻水位最深处已接近50厘米，这个深度对于摩托车来说很难通过，但如果发动机大量进水，那摩托车就很难再打着火了。该地区最近的维修点远在10几公里外，这位车主虽然并不想花这笔钱，但本福德承诺会将他的摩托车毫发无损地护送到对岸。如果遇到水位深的地方，他们会把摩托车抬过去。在众人的一番推销下，车主最终同意以40美分的价格接受他们的帮助。不过，为了防止排气管进水，这片防水的塑料纸需要另付5美分，折合人民币3毛钱。8个人护送一辆摩托车，他们会平分40美分，也就是不到3块钱人民币。没能挤占到推车位置的伙伴，只能等下次了。这次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伴们赚这笔钱。雨越下越大，摩托车有被洪水冲走的风险。如果这里的水再深一点，他们就只能抬着摩托车过河了。随着水位不断上升，过路价格也水涨船高。这位摩托车主需要支付80美分的报酬才能得到帮助。早上8点钟。